怎么是你？我一直跟着你，就想看看你是怎么离开的。没有想到你竟然还是去了慕容侯府，更没想到的是，你还要轻生。为什么要救我？让我死了不好吗？为他死，值得吗？你现在从这儿跳下去，明日于京城就只会多一具浮尸，其他的什么都改变不了。在他的心里，你早就是个死人了。死人。其实那天追踪到慕容侯府，我早就知道孟俊然便是他了。我只是希望能够从你的嘴里说出他的名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你的心里早就放下他。我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只因我们有着共同的经历，我曾经遭受过的这些痛苦，我不希望它在你的身上发生。其实我只是不明白，为何我宁死都不愿意背叛他，竟能对我这么狠心。他绝情，那是他的错，你不要自责。只是你宁死都不愿意背叛他，就只因和他有情。若不是他，我活不到现在。我自幼长在五方，从小不知吃了多少苦，挨了多少打，才成了五方头牌，也成了温良的杨千树。你要给我去见客！我厌恶那样的生活，可我什么也改变不了。就在我万念俱灰、恨不得一死了之的时候，他来了。他就像一束光，照向我。后来，他把五方交给了我，让我成为了五方的东家。他救了你，你誓死也不愿意背叛他，倒也合理。我在五方帮他收集达官贵人的情报，你知道吗？所有人都视我为卑贱的武器，只有他从不嫌弃我的出身。你欠他的，从他派人杀你的时候便已经两清，从今往后为自己活。为自己活。那个孟俊然是谁呀？你们尊上让你们听他的，你该不会连他是谁都不知道？不知道啊。那看来你的手下说的没错，庄相这几日一直在宫里守着。所以他不可能有机会向你们下达命令，那就是这个孟俊然了。你告诉我他的身份，我可以让你不死。怎么？你不相信？此事营的人绝不会背叛，因为死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未经允许私自了结性命，死后亦不能脱生，落入敌手为自证清白，自裁方可解脱。你以为你这点小伎俩就能骗得过我吗？孟俊然的身份我的确不知，至于尊上为何派我们来完成任务，有何谋划，我们只是依面行事罢了，这是规矩。死世营的人最懂规矩。不过，
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你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说说看。曾经有一个小女孩，我初见她时，她就像一只小野狗，我仅仅用了一张烧饼就把她骗回了我的四室营。这么多年了，我经常梦见她，梦见我跟她曾经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她那么娇小，浑身都是血，她一边下跪一边向我磕头说：“我错了，我错了。”可是他也应该好好感谢我吧？如果没有我的话，他如何有这么高的武功？人只有在接近死亡的时候，才能激发无限的潜能。我把他按进水里，然后再教他。气息，神剑手最需要的就是气息，不能好的屏息凝神。将来如何射得准？将来如何做最狠的剑？然后我再把它灌进地窖里。你知道什么叫暗无天日？他半年没有见过太阳，他半年里如果有几只老鼠混进来，他都对我感恩戴德。没有声音，没有声音，一点声音都没有。大皇子殿下，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你以为激怒我就会杀了你？论起手段，你或许是比我更加无情，更加残忍。你比任何人都清楚你接下来会遭受到什么样的折磨，所以你就想一死了之，以为不用遭罪了。还想咬舌自尽，不过我不会让你如愿，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长乐小侯是我们定下刺小的玩伴，不亚于亲兄弟。还有自我出生起就陪在我身边的老嬷嬷，为了向敌人投诚，趁我睡时想把我活活烧死。还有陪我长大的伴读，教我剑术的太傅，他们都利用我的信任，千方百计的想置我于死地。若你知道，连你多年的好兄弟也背叛了你，你该有多痛苦？王爷，这里就是内宫院，外臣不得入内。你与公主出去等候，我去见太后。王爷，咱们进宫不先觐见圣地，而是先见太后吗？我与你一起去见太后吧。
他若为难你，我替你解释。王妃同学也好，毕竟擅自离开肃杀，总得有个交代。我可以跟他说清楚，为何你我必须离开肃杀。那一会儿见了太后，她问你什么，你如实回答就是。你放心。太后，真南王与王妃到了。你先出去。儿臣拜见母后。平身。谢母后。这位就是你的新王妃，肃杀公主。圣帝既然答应了肃杀，让你去那儿当赘婿，你为何抗命私自回京，还把肃杀公主一起带回来？两国方才议和，你是想挑起战争吗？儿臣身为镇南关的统帅，若长期扣押在肃杀，只怕镇南军会军心涣散，斗志全无。儿臣冒死回来，都是为了锦绣。这么说，让你去肃杀当赘婿，是我跟圣帝的错？母后，儿臣绝无此意。你现在胆子大了，有自己的主意，都敢不听我和圣帝的话了。儿臣不敢，儿臣不敢有半点违逆母后和陛下之意。请太后明鉴，镇南王在平陵城这些年所思所想，一切都是为了守土卫国，他没有半点私心的。这话从一个敌国公主口中说出，本宫怎么不信呢？若非如此，我也不会宁愿惹父兄生气，也要助镇南王回归锦绣了。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的深明大义了。你出去，我跟你夫君有几句话要说。当初你为了从锦绣脱身，改口认我为母；如今你为了从肃杀脱身，又不惜将那个敌国公主一起带回来。你想好怎么跟你的红衣女将交代了吗？怎么，你不会以为你在平陵城做了什么，本宫不知道吧？这些年你在边关做得不错，平陵城被你治理得井井有条。肃杀的几次进犯也被你击退，现在朝中上下谁不知你镇南王的威名？全靠母后栽培。你也是先帝的血脉，锦绣唯一的亲王。圣帝处事随性，日后锦绣大政还得仰仗你。不要辜负了我对你的悉心培养。这是受委屈了？谁欺负你了？告诉我，我定不饶他。记住，嫁人后无论发生什么，都要跟父皇说。父皇永远是你的依靠，整个肃杀都是你的倚仗。夕阳，只要你能幸福，我怎么样都可以，因为我比这世上任何一个人都更希望我幸福。什么人见到陛下还不跪拜？
你是什么人啊？头抬起来。陛下，这是镇南王妃。夕阳拜见陛下。好啊，夏静时回来了。你还有脸回来？住手！陛下，陛下，圣帝，你要做什么？我要杀了他！陛下，王儿使不得，王儿使不得！够了，不许再胡闹！你皇兄刚刚回来，你就喊打喊杀他，这样传出去像什么样子？便是他有什么错，你好好说便是，让他自己领罪。皇家体面都被你丢尽了。母后，儿臣自作主张擅自逃离肃杀，都是受形势所迫，没能及时向母后禀报。但儿臣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锦绣，为了陛下，不存在半点私心。你少装蒜！一个贱种，也配在母后面前自称儿臣？告诉你，我现在杀你，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不要再说了。镇南王远道而来，想必还没有安排住处呢吧？一阵看，就住在北边的荣影殿吧。白小卓，带他们俩去。是。二位请随奴婢来。谢过陛下。母后，儿臣告退。请。丞相大人，如今侯尚书遇刺重伤，兵部群龙无首，乱成一团，这该如何是好啊？庄相，当务之急便是立即擢选官员接替尚书一职。王御史心中有何人选？兵部侍郎刘勤是侍郎一职逾5载，从未出过差错，由他接替尚书一职，最为合适不过了。臣举荐兵部郎中赵忠贤，赵大人博宗机务，兼资文武，陛下也曾多次盛赞，此人实为可用之才。赵大人确实才略优善，可他年纪轻轻，若用他做尚书一职，恐怕难以服众。不如由工部尚书李荣实，他由工部转兵部，未为不可。确实李尚书更合适，可刘侍郎对兵部的事宜更为熟悉啊。诸位所说，我已经知晓。这3个人选，我再仔细想想。父亲，不管是左侍郎刘勤，还是郎中赵忠贤，又或者李荣实，他们可都是我们的人。陛下怎么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你下旨把他叫回来，就是为了杀他？我无所谓啊，我看见他就生厌，突然就想杀了他。反正母后也不会让我真下手的，对吧？你快少给我惹点事儿吧！他现在手中有10几万大军，他要有什么不测，平陵城的大军就会杀进京城。我当初就要杀了这个贱种。是你呀！是你背他一生这母后逼得什么都不知道了，非得要放他出去。这些年来，他在外面打仗立功，真被别人嘲笑是个帝都皇帝。现在你怕他了，先真跟你惹麻烦了。他是贱种，你才是我的儿子，可你无能啊！你想坐稳你的地位，你想整日里醉生梦死、胡作非为，你就得靠他下京时。
镇南关才能无忧，朝中那些老臣才不敢造次。他是有这个本事，但他没有这个忠心。他现在看着像狗，但你看到他刚才那个眼神了吗？他就是个狼崽子，他早晚要咬人的。我自然有办法掌控他，让他对我们母子俯首帖耳。这是你父皇今晚上要用的药，我建议吧，还是找个太医验一下，省得那些人说三道四，觉得老夫会害你们皇帝。白天您把林庄主劝回来之后，他虽然答应了继续替陛下治病，可林庄主还在气头上呢。谁呀？我呀，我还在气头上，我会跟那帮人计较？马启明，我觉得你在气头上，你嫌老夫把凤平城的病因说出来了，你别以为老夫不知道。咱家可不敢，这么多年您为陛下做过什么，咱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咱家只感念林庄主对陛下的救命之恩。马公公，在。以后宫里无论是谁，敢再对林庄主有任何非议，你直接下令杖责30，打坏了人，惹出了事，我来担责。是，老奴明白。林庄主，他现在情况如何？少则1、2日，长则10来日，肯定能行。至于能恢复成什么样，那就得看他的造化了。有，好，这不朕的皇兄，镇南王吗？拜见陛下。昨日你就差点死在朕的刀下，今日还敢来赴宴，你是真不怕死啊？陛下不要欺人太甚，就算镇南王惹陛下不悦，可现在毕竟是应邀赴宴，陛下如此折辱镇南王，实在有些太过分了吧？皇兄，你这王妃如此回护你，你感动不感动？啊？平身吧。谢陛下。来，皇兄，我给你介绍介绍啊。户部侍郎王恩成，鸿胪四卿卢望，太仆四卿山怀庆，这些可都是朝廷股肱。皇兄，你得好好认识认识。赐座。你们还不知道吧？现在我皇兄除了镇南王这个头衔外，还有一个新的身份，那就是肃杀的赘婿。陛下为了两国长久太平，答应镇南王长留肃杀。可王爷如今擅自回来，
这不是让陛下成了出尔反尔之人吗？离开肃杀一事是我一人主导，与王爷无关。陛下若要责罚，就请责罚我吧。公主带着王爷私奔，此番壮举勇气可嘉呀！我等佩服得很呐！好了，说好了今夜尽兴而归，不说这些了。朕今日非常高兴，皇兄，你今天一定要陪朕好好喝上一杯。去，好好服侍王爷。是，陛下。请。连个人你都伺候不好，朕留你还有何用？来人！陛下饶命！拖出去，杖毙！陛下饶命！陛下！陛下！你看，又有人因你而死。去，替王爷好好斟酒。是。陛下，还是让臣妾来伺候王爷吧。庄氏女景然，性情贤淑，温婉柔顺，深得朕心，因晋封为四品元妃，钦此。谢陛下。恭喜元妃娘娘。到朕身边来。陛下，恭喜陛下，皇后娘娘诞下一位公主。恭喜陛下！好啊！恭喜陛下，喜得公主。如今陛下已经儿女双全了。好，陛下，待日后臣妾也为陛下生个皇子，可好？好啊，好，走，去看皇后。参见二皇子殿下。皇后娘娘晚膳都没用，在那儿坐了好几个时辰了，一句话都不说。你来干什么？这么晚了，为什么还不睡啊？母后，还请顾及身体，不要太伤心。老侯爷到家了。老侯爷，老侯爷，老侯爷不见了！
这可如何是好啊！这到底怎么回事？怎么我爹出去一趟还失踪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从庄相府到咱们府走了大半个时辰，回府我一看马车，老侯爷已经不见了。你给我仔细想想，路上有什么反常的事？除了有头牛挡道，我就吓得将牛牵走，别的什么事都没发生啊。你把牛赶走之后，可曾查看过老侯爷在不在车中？不曾留意，觉得什么动静也没有，我还以为老侯爷睡着了。牛栏道是在何处？过了玉带桥第3个路口。哦，对了，路边还有棵外坡大树。那附近每家每户全都给我搜查一遍，就算把整个玉京城避一遍，也要找到人。是。傅一笑，我知道是你干的，等我抓到你，我一定要把你剥皮抽筋，碎尸万段。你是谁？朗朗乾坤竟可在天子脚下绑架老夫！不愧是征战沙场多年的老侯爷，即使身处险境，也临危不乱，毫无惧色。这么说来，你是认识我的。看来你是我的仇家，我倒是不认识你。老夫早年征战，戍边10余年，得罪的仇敌不计其数。你到底是哪一边的？和我有什么仇恨？不妨说来，让我听听。你在苦寒之地戍守多年，腿脚留下了顽疾，可是即便这样，陛下还是不让你回来颐养天年。这便是你们慕容家憎恨陛下的原因吗？哼，就这些啊？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老夫对陛下一片忠心，日月可见。我可从来没有恨过陛下。那你儿子慕容耀为何要造反？看来你是不相信。哎呀，老夫自幼从军啊，金戈铁马数十载，你知不知道，在陛下面前想编排我、叛国的那可太多了。你就算想要诬陷我，你也想个新的花样啊！阿耀会叛国？这小子虽然自幼顽劣，可是我倒是觉得他没什么野心。我倒盼着他不会这样，也不至于现在每天花天酒地，不务正业。你以为我没有在军中、官场替他安排搭桥吗？可他不肯啊，他连官都不肯做，说什么叛国？这是我今年听到最大的笑话。慕容耀勾结锦绣，谋害大皇子，你知道吗？哦，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是随哥身边的锦绣女将。一个锦绣的人，竟然污蔑阿耀勾结锦绣。一个花天酒地、不务正业的世家公子，他身边养了4个美人杀手，他到底要杀谁？你自己的儿子，你真的了解吗？他平时蓄养谁，又和谁打交道，你清楚吗？你常年驻守边关，他在玉京又干了些什么，你真的知道吗？你自诩是天下第一忠臣，你确定你儿子就跟你一样？若是他真像你所说的那样，是一个闲云野鹤的人，那他为何要接下御林军的差事？那是陛下安排的。您自己也说，从小到大，他从不听安排。我儿子他……我是替您不值。想当年您跟陛下一起打仗，落下一身伤病，陛下明明知道，为何还要将您派往那个西北苦寒之地啊？慕容耀和凤随哥是最好的兄弟，可是他却威胁我，亲口跟我说，若我将他的秘密告诉凤随哥，他就有办法让躺在宫里的凤平城去死。凤平城死不死我不在乎，但若是伤害到凤随哥，我绝不答应。不可能！
可能说这种话的。他和随哥那是自小一块长大的兄弟，他不可能叛国的。不管慕容耀有什么办法威胁到凤平城，我只要能控制你，我就有把握，他不敢轻举妄动。老侯爷，得罪了。不舒服吗？没事吧？怎么喝成这样？劳烦王妃拿点手巾，在这等我。刚才那个王安成看见了吗？看见了，正是您起居注里标注的人。看样子也像。早就听闻夏敬言的癖好，只是没想到起居注所说宠幸官员内眷，居然是真的。那个王安成，你可以想想办法去接近一下。是。哦，对了，刚才进来的时候有没有人在把守着？只剩下2个太监。看来夏敬言确实相信您夫人了。你不了解他。你是在荒野里寻觅着你，哪怕满目疮痍，笑意摇曳，你光中让我先抱抱你。寻万里，聊岁月尘埃动经年，只求朝夕。我知道，你这么小心翼翼地找我过来，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吴影我已经抓到了，你之前受过的痛苦，我会让他1000倍、100倍的奉还回来。听到这个消息你不高兴吗？高兴。是吗？在你这张脸上，我可看不出半点高兴的样子。嗯？你记不记得那日我帮你救云清，你曾答应过我5个条件，如今还剩4个。嗯。今日我不要再用1个，无论你听到什么样的消息，你都必须答应我，要保持冷静。好。我查出孟俊然的身份了，他是慕容耀。你在说什么？他怎么可能？你不是开玩笑的。我知道你一时很难接受，来见你之前，我想过种种的可能。我知道慕容耀是你最好的兄弟，也是你最信任的人。我考虑过要不要瞒你。我也考虑过你到底会选择相信他还是我，我甚至考虑过你会不会怀疑我是锦绣的细作，你会不会怀疑我是不是接受了夏静时的什么秘密任务，你会不会怀疑我来到你的身边就是为了帮助夏静时挑拨你们的兄弟关系。风随哥，我已经想了很多了，哪怕你会怀疑我，哪怕我的话会伤害你，甚至我可能会失去你，但我还是决定要告诉你，我不想对你有任何的隐瞒，你有知道真相的权利。你能不能再跟我说一遍，孟俊然是谁？你说是阿耀？慕容耀？
知道你一定很难受，如果你觉得胸闷憋着难受，你就多深呼吸几口，呼出来就好了，没关系的，一切都会好的，都会好起来的。当面找他问清楚。你答应过我的，一定要冷静。放心。今日请诸位来此，是有几件要事与大家商议。兵部的侯尚书遇刺受伤，告病还乡，尚书之位总不能一直空缺着。那先由兵部左侍郎刘勤代理尚书之职吧。卑职必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二，如今陛下病情危重，而储君之位空缺，虽说不论是朝臣还是身为国亲，老夫都不该说丧气话，但为了江山社稷着想，立储之事不能再拖了。依我看，二皇子乃是皇后的嫡子，出身高贵，人品贵重，实在是储君的不二人选啊。可毕竟大皇子才是嫡长子啊，这历朝历代都是立嫡立长，是否该立大皇子为储君呢？陛下乃开国之主，我们肃杀可没什么立储的规矩。大皇子虽是嫡长子，可他数次忤逆圣上，无法无天，如此品行，怎么将肃杀的未来交给他？卑职复议，之前的祭祖大典，陛下钦点了二皇子为亚献，可见在陛下心中，二皇子德才兼备，所以二皇子是储君的最佳人选。臣复议。诸位同僚的意思，老夫已经明了，请诸位放心。立储是国之大事，老夫自当慎之又慎。庄相，智者多劳，费心了。丞相费心。平陵一战你受了重伤也是别人告诉我，我就是来跟你割袍断义的。本侯没你这个兄弟。这话从小到大都说了多少遍了？你该不会是舍不得我走吧？哎，赶紧滚蛋！有你在玉京城，一天到晚烦都烦死。烦？我在多开心啊，还烦？可又一想，我若是御林军统领，肯定能对你有所帮助。你可别为我想啊！我知道你最讨厌被人束缚。可你在朝中本来就没有势力啊，如今陛下又要二皇子在祭祀大典上取代了你，我怎能把你丢下，自己跑去逍遥？吁！
直在等。果然，傅一笑什么都告诉你。看来傅一笑在你心里着实比我重。咱俩这么多年的兄弟，他说什么你都信。后来，就是想听你亲口说，孟俊然是不是你？是。是不是庄生逼你的？他抓住你什么把柄了？你如果没有苦衷，没有把柄，你不可能这么做。阿瑶，你我兄弟这么多年，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你告诉我。我是自愿的，没人胁迫我。为什么？我见不得你好，我嫉妒你。你还不肯跟我说实话？你看。说了你又不信。好，那你跟我说说，我凤随哥到底哪里对不住你了？为什么非要是你对不住我，我才能站在你的对立面？我不配当你的对手吗？我要对付你，不用非得有苦衷，也可以是我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意愿？从小到大，我拿你当我最好的兄弟。可你现在告诉我，你要对付我是你自己的意愿，那你勾结夏景时串通钟慎，是想要我的命？我原本可以不杀你的，我可以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完我想做的事，可是你非要挡我的路，我没办法，我没得选。你想干什么？说话！荣耀，你到底想干什么？10岁那年，你我随父辈巡视边关，那是咱俩贪玩擅自脱离了队伍，结果遭遇刺客一事，你可还记得？你们别过来！你们要干什么？不要过来！撤！要不是我爹及时赶到，我俩在劫难逃。可是那么多刺客，我爹根本就应付不了。我后来才知道，我爹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想过他能活下去。他唯一想的、唯一在意的，就是你，大皇子。生死关头，我爹第一个要救的人是你，而不是我。我可是他的亲生儿子。走！我那时候想不明白，为什么你的命比我的命金贵。后来我才知道，你大皇子若是有个什么闪失，我慕容家会被满门抄斩。所以我爹那个时候拼了命的让你走。爹子尝了死亡的滋味，我记得有无数把刀子向我们父子砍来。我那个时候脑子是空的，所以我只能哭，哭着祈求有人来救我。好疼的，很疼的，我当时疼得晕了过去。再醒过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全都死了。爹也受了很重的伤，全是刀伤。他的腿也是在那个时候留下的顽疾，直到现在还经常会疼。爹，儿子，你爹在，你什么都不用怕。随哥，快来救救我们！后来呢？后来你们是怎么脱了险？
我一直在等陛下派人来救我们，可是等了很久，一直都没有人来找我们。后来我才明白，只要你大皇子安然无恙，我们的死活又有谁在意？大皇子遇险，陛下震怒，那个时候，又有谁能想到我们父子？那条路离边境大营虽只有数里，却是我这辈子走过最远、最长的路。陛下口谕，慕容众听令：即日起，由你慕容一族驻守肃杀北境，未经传召，不得回京。臣明日即可动身。最好今日。陛下还说了，大皇子遇险，你慕容家是万死难辞其咎。不过，看在你护主有功的份上，就不予追究了。臣谢了。我父子二人把生的机会留给了你，到头来还要被发往北地遭罪。凭什么你的命是命，我们的命就不是命？凭什么我们慕容家就是要做好为凤家牺牲的准备？为什么你回去后不派人来接我们，不派人来救我们？为什么不向陛下求情？我们不是兄弟吗？我需要时你在哪儿？你在哪儿？我醒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问你们父子情况如何。可当时他们告诉我说你们已经脱险了，再见到你时已经是2年后，所以那时候我以为你们……你以为你们信奉的永远都只知道你以为，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哎呀，这些事情您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早和你说，你能还我一块酒厂吗？你能让我爹不要一大晚上腿就那么疼吗？早和你说，除了能博取你的同情，我能换来什么？风随哥，我告诉你，我这辈子最讨厌的、最厌恶的，就是你的同情。我也出自将门之后啊，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个大将军，可是我连马都骑不了。当年我爹和你爹一起打下了肃杀江山，你爹当了皇帝，而我爹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侯爷罢了，公平吗？哎呀，收手吧，趁现在还来得及。一件事我琢磨了10几年，你要我如何收手，怎么收手？我就想为我自己活一回，我只想让慕容家得到他本应该得到的，这有错吗？趁我爹在傅一笑手里，我不能拿你怎么样，你可以杀了我。怎么不忍心？怎么样，现在能下得去手了吗？我只有一个条件，放了我爹，他什么都不知道。从今日起，你我两亲不再是兄弟。在我的手里，现在要不要放人，只有我说了算。你应该与我商量才对。当初你让夏静时杀我，你欠我一条命，咱俩之间的恩怨还没有了结。傅一笑，说出你放人的条件。那你也找个悬崖跳下去吧。不敢啊？看来你还是舍不得自己这条狗命啊！装什么孝子？你说了这么多，无非就是想借用和凤随哥的情谊救出你爹。慕容耀，你比夏静时还虚伪。凤随哥，我爹对你有救命之恩，你让傅一笑放了他。关
问凤随哥何事？这是你我之间的恩怨，想要救出你爹，先想想如何给我一个交代。拦住他！今日我若见不到我爹平安归来，你俩都别想走。慕容老侯爷的生死尽在你手，就算是为了他，你也不能冲动。傅一笑，看来你不了解我的手段，不要再挑战我的底线，否则我会让你们生不如死。看来你也不了解我的手段，如若没有后手，我今天会在此吗？若是我和凤随哥未能安然离开，你爹也会生不如死。想清楚后果，不要再挑战我的耐心。傅一笑。天气燥热，太后让给各宫备酸梅汤1壶。儿臣谢过母后恩礼。王爷不必客气，奴婢想着荣养殿这边肯定没人送，便亲自过来送一趟。那要没什么事，奴婢就先回去了。公公慢走。手足且撤，计已成之。你这是做什么？我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即使你为我放弃一切，你也不可能代替他。你说你会完成我一个心愿，我是说过，可间谍情深，举案心理，我做不到。如果只有1晚呢？你我已经到了锦绣，我不是公主，你也不是赘婿，我们只是寻常夫妻。公主还是换个心愿吧。我只要这个。从我第一次见到你，你就是我唯一的梦。做你的妻子是我唯一的夙愿。我从未想过有人会比我先得到你的心，你我有缘无分，但我被困住了。公主，听我说，我是肃杀公主，养尊处优，从来不曾经历积馁困顿，但我被困在这段执念中走不出来。王爷，就算你我无法白头偕老，能不能就让我圆一个梦，让我认命放下？那你要如何才能放下？让我成为你真正的妻子，哪怕就1晚，我也无憾。公主的执念，我无能为力。不要哭，不要哭。我会记得回家的路。不要哭，
老侯爷在城外崇福寺北边的村子，我将他绑了起来，找了一户农家照顾他。放心吧，我没伤他。云凤，传我军令，召凤子营穷骑队所有部将来见我。走啊！我带你去看看我的神驹，我亲自从敌国大将那里俘获回来的。这天下的马不都一样吗？无非就是颜色不同，有什么好看的？去看看就知道了。走走走。哎，有什么神驹能比得上肃杀大皇子啊？驾！啊！回去之后为何不派人来救我？为何不向陛下求情？我不是兄弟，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阿佑，阿佑，阿佑！哎呦，殿下！您可算是醒了，幸好巡边的士兵找到了您。阿耀呢？慕容伯伯呢？殿下放心，他们都获救了，平安无恙。陛下还说要封赏他们呢。慕容老侯爷要去驻守北境，带着世子已经出发了。我恨你做什么？风随哥，我恨的从来都不是你。我恨的是我自己的命是这个不公的世道，我想为我自己活一活，不想让慕容家得到他本应得的，这有错吗？这张医方是徐太医从医书古籍中查到的，有十足把握可以唤醒陛下。当真有十足把握？事关重大，绝不可妄言。我查到的这个药方制作出来的药丸，其实算是剧毒之物，乃是用药力强行催动生机。陛下服下之后必会苏醒，只是会犹如回光返照，命不久矣。你的意思是，服下这个药，必死无疑？是的。服药苏醒之后，至多能活5日，最快明日一早，我便能将这个药丸做出来。徐太医，此事绝不可泄露，不用我多提醒了。在下不敢，我一家老小的性命全在庄相的手上，我绝不敢有异心，一切听庄相之命。事成之后，这个人不能留，只有死人才不会泄密。侄儿明白。
这殿下这是怎么了？刚才我一直跟他说话，他也不理我，就感觉这浑身散发着杀气似的。这你看你也不说话，这都怎么了？这一看就心情不好。他自己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有些事，还是等到以后他亲自告诉你吧。这么严重呢？那行吧，那我也不问了。月儿这种事，我越得躲得远远的。你最好也别惹着梅园啊，小心点，我先走了。想什么呢？酒给你放这儿了，我就不打扰了。你为何会叫傅一笑？啊？你不是没见过爹娘吗？那是谁给你取的名字？为什么会姓傅？你在这儿苦思冥想，原来就在想这个。傅一笑，傅都尉，这名字怎么听着永远都像个副将？你不如加入我的疯子营吧，我给你封个主将，你想当什么当什么，想姓什么姓什么。都这个时候了，你为何还会有这么多无聊的问题？那这无聊的问题，你又为何非要答呢？自然因为是你问的。我是因为当着你的面，才会毫无顾忌，想问什么问什么。我的名字是我自己起的，就算遇到再难过的事儿，都可以付之一笑，通通忘了。这不挺好的吗？是，你还真是通通都忘了。亏我方才还担心你伤心难受，想着怎么宽慰你，你却拿我开起玩笑了。我也想通通都忘了。可惜忘不掉啊。睁眼是烦忧，闭眼还是烦忧。你被你兄弟背叛，我还一直在旁想说些大道理来宽慰你。现在想想，我还真是够惹人嫌的。怎么会呢？我倒是很想像你当时那样，说些什么来安慰你呢。摘下斜阳做我的心脏，对着天地做我的翅膀。若命运不忍，我教你射箭吧。我在射箭的时候会十分的专注，摒除一切杂念，自然也会放下烦忧。要不要试试？本皇子是三军统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麾下神箭手无数。本皇子还需要你教我射箭？堂堂锦绣第一神箭手亲自教你，机不可失。若是不想学的话，就算了。别走，我想学。箭之所指，心之所至。箭之所指，心之所至。对，什么都不用想，心中只有你的目标。我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若命运不忍，也莫怪我惊慌。以为此生如孤帆流浪，
什么呢？仿若一阵残花落我眼眶，我尽却涟漪的马，融开冰霜，漫在心上。你眉心的光，是我最最偏爱的那一种盛放。我尽却尽可原谅，天远路长，你在身旁，就不算跌倒，就能含泪将我护望。是你自己大意，要不是我出卖了你，反正凤随哥早晚都会知道的。你手握御林军，有什么可害怕的？我爹在他们手里啊！我不管你后面有什么计划，立刻停下来。凤平城要有什么闪失，我爹会有性命危险的。建议离弦，你叫我如何收手啊？反正你爹既没有参与我们的计划，又不知情，还救过凤随哥的命。我想，凤随哥不会迁怒于他。你让我拿我爹的命去赌？欲成大事，要有雷霆手段。你死了儿子，你要报仇？难道我爹的命就不是命吗？那你想如何？以我就此收手，引颈带路？我不管。等我救出我爹，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绝不阻拦。你当这是小儿之心过家家？我没有再和你商量。你的心好像有话要跟我说。怎么说？嘘，让我仔细听听。他说他很痛，被自己的至亲之人背叛，但是没关系，他正在努力一点一点的愈合。是啊，因为有你陪着我呢。他还说了，他不想再受伤了，以后有什么事直接跟我说，不必一个人藏着。他不想再传话了。好，我答应你。可是不对啊，他说他有点不安，你没有跟我说实话。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我有点放心不下陛下。御林军是归慕容耀统领，现在知道了他的真面目，我担心靖武卫保护不好陛下。你是想带领你的人进皇宫保护陛下，可若是那样的话，会被人栽赃，说你意图谋反。我问心无愧，又何惧这些宵小之言？好，既然你想清楚了，放心，我会陪着你。殿下，殿下，怎么了？乌影，血流干死了。死了啊！可惜没能让你亲手报仇雪恨，你要不要去看看？不必了，不想脏了我的眼睛。
烧了吧。